大家好，我是 Lily。今天我们来说公司买房和个人买房的问题。今天说的房呢，都是指民用住房，不涉及商业地产。我们今天说的公司呢，也限定在 CCPC， 因为非 CCPC 的税呢，又会有很大的不同。之所以选这个题目呢，倒不是觉得这个题目可以给人带来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个简单的 trick， 而是借用这个热门话题呢，来聊一下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应该有的一些背景知识，增加大家对这个问题本身的了解。那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，有简单答案的其实都是可以立刻 Google 出来的。那原则上就是呢，只要你一下子 Google 不出来的呢，都不能指望一个电话去问某个专业人员就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先有耐心，一定要有耐心的才能去理解，而不是满足于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。那早年在学校学经济学的时候呢，老师就说学的目的呢，就是学着像经济学家一样去思考。那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的目的呢，也就是介绍一些可供思考的方法。那用公司还是个人名义买房要考虑的因素很多，税务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，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方面。有限责任、过户、贷款，这些都是要考虑的。那我呢，今天不可能面面俱到，当然主要是从税务的角度来讨论用公司投资可不可以省税的问题。这里呢，又从钱的起点不同，分两种情况讨论。第一种是钱现在在个人的手里，这个起点是在个人手里；而第二种呢，只是钱是公司持有的这种情况，也就是起点是在公司手里。那我们首先说第一种情况，有些人呢受到误导，以为可以做以下的这些操作，比方说成立一个公司，持有物业，然后将物业的租金呢，甚至是 capital gain 作为 active business income 来交税。我甚至见到很多次客户以前的会计按 BC 省的11%的那个税率来报这个出租收入的税，而不是按 50.67% 的税率来算。税局呢，好多年都没有，也没有说啥，年年都是 notice assessment 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呢，就自以为找到了什么合法的省税的途径，甚至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别人，这样就在坊间传开了。这里呢，我就不评论税局了，只能说税局没找麻烦的，不能表示就是对的，就是没有风险。那租金作为 active business 呢，有很多严格的限制，比方说5个以上全职员工，有附带餐馆、洗衣这些active 服务的，这里我们就不展开了。还有一个说法呢，就是也是坊间大家传的，就是说成立一个 holding 公司，持有物业，再成立一个管理公司来提供管理，这样呢收比较高的这个管理费，使得这个 holding 公司的那个租金产生的利润为0，然后将利润呢实现到这个管理公司来变成这个 active income 来交这个低的税。那之所以这种说法很盛行呢，甚至有很多人去做了，原因也跟上面这个第一个说法差不多，也是因为不少人这么做了，税局还没有找麻烦，也就是认为这样就是所谓的合法避税。或者呢是其他有很多人这样做呢，他是跟你的情况其实不同，他是满足很多条件的，而模仿的人呢并不知道是没有可比性的，也这样做。那是不是对这些说法的答案就一定是 no 呢？当然也不是，我们的回答呢永远是 case by case， 这个视频呢也只是帮助您理解。那我们来看税率，很多人也知道呢，公司的 investment income 的税率呢是 50.67%， 这里的税率我都是指的 BC 省的税率。这里很抱歉，其他省的观众可能就有点 confused 的，因为联邦的部分呢是一样的，但是各省的税率呢是不同，所以这个数字呢可能其他省的就很不熟悉了。那这样很多人就立刻得出结论了，是不是只有对于个人其他收入已经很高的才可以省税？因为个人的边际税率 BC 省最高是 53.5%。那相比这个 50.67 更高，是不是只有对于这个更高边际税率的才能省税呢？那这个理解其实也是错的，因为你最后实际交的税可能远高于 53.5%。这里 50.67% 呢，它只是公司税，别忘了公司的钱还不是你个人的钱，到个人手上呢，你还要交个人税，个人税后的钱呢才能进行消费，所以它不是一个 50.67 和 53.5 的这个简单比较的问题，是没有意义的。而且税率的问题呢，往往比普通人想象的呢还要复杂得多。这里 50.67% 的高税率呢，并不是公司的最终税，在设计公司税的这个体系的时候呢，
有一个那个11%的这个低档的公司税呢，是为了鼓励大家从事 active business 做实业的，而不是用来鼓励都是投资呢地产股票这些，这样就要呢避免去利用这个工具呢来做那个实业以外的投资，还继续延迟纳税。所以呢税法上呢它是要避免这个情况的，就有这个50.67%的这个高档税率的设置。但是同时这个50.67%当中呢，它有这个30.67%的部分呢是进入一个pool，等你将这些收入分到个人的手上，最后在个人手上纳税的时候，每分红100块就会有38.33%的税呢返还给公司，返还的额度是要在这个pool的额度允许的范围内的。那这样这个pool的税都退完后，公司实际承担的税率是20%。那大家在考虑税的时候呢，就至少要考虑3个方面，一个是公司税，一个是个人税，还有一个是时间，因为不同时间点的钱的价值也不同，所以单纯的看税率呢，并没有多大意义。当然这个还没有完，这100块钱的税分到个人手上，个人还要继续交税，而不是按100的收入，而是呢 gross up 到115作为应税收入。那税法设计的想法呢，就是将其还原到公司税前的金额。虽然每个省的税不一样，事实上呢，并不可能是一个实际的还原，而只是一个理论的还原。同时又会给你一些 dividend 的 tax credit， 这里加回了15块钱的那个税到收入中。同时呢，它并不是又给你15块钱的那个 tax credit， 而是给你15乘以9除以13，一个相对较小的金额。那这个呢其实也合理，因为毕竟它没有给你 gross up 回120块钱嘛，因为其实你公司交的税，那 credit 也少一些，算扯平，因为各个省都不同啊。这样大家其实自己就可以计算出来了，不管你个人税率在哪一档，基本上公司税和个人税相加计算出的税呢，比你直接发工资没有公司税，就是只有个人税的这个情况呢，交的税还是要多一些百分点的。不同的税阶多出的百分点也不同。我几年前曾经计算过，应该是越高差额越大，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自己去算。那是不是说明分红不如发工资呢？当然也不是，这就要看你的偏好，因为工资呢有涉及工资的很多问题，要考虑好处和坏处，分红呢也有分红的问题，也要考虑很多因素，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无限展开，而且分红可以将时间错开，公司税的部分只是一个时间差，最终税率呢还是不变的20%。虽然不能延迟纳税，但仍然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呢，将各年的收入平均下来。尤其在当期个人收入高，预期未来个人收入下降的情况下，可以通过用这个工具呢来平衡个人的收入，以达到降低个人税的目的。当然如果你是 principal residence 呢，一般这种情况就不用折腾了，一个是增值的部分呢可以免税，另外这种情况下往往股东可以作为员工呢跟公司把钱借出来，这样用个人税前的这个钱进行购买的购买力呢就会大得多，所以不需要通过公司来达到个人税前的购买力。当然这里借钱还有借钱的成本，这里我们也不展开了。那我们这里呢不考虑 principal residence， 而是呢投资房。如果用 holding 公司持有，房子卖的时候呢可能有买家直接买你的公司，这样可以避免过户的 property transfer tax， 甚至你可以只出售一部分，不需要通过卖股份，而是通过增发股份，这样也可以延迟纳税。比方说你花50万买的物业已经增值到100万了，现在你没有钱花，但是对方呢你可以花100万入股，持有50%的股份，然后在纳税前呢你就可以有现金呢用于新的投资了。事实上这也就变成这个 co-op 了，跟 co-op 情况是一样的。当然一般人呢都喜欢直接买资产，在买公司时呢都会有些顾虑，所以实际用的时候很罕见。另外呢公司也会有公司的一些维护成本。那接下来我们说第二种情况，即钱的起点已经在公司，这时候我们呢要考虑的就是利用公司税前购买力的问题了。您在经营其他的 active business 的过程中呢，产生的利润只需要交11%的公司税。如果公司税后还有50万，就可以有50万来付down payment。而如果发到个人手里呢，交完个人税就可能只有30多万的购买力了。那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是用公司购买更有利了。通常的做法呢是成立一个 holding 公司，利用 connected corporation 的关系呢，将 operating 公司的利润呢
免税过渡到这个 holding 公司来进行购买。当然也有很多人问是否可以直接用 operating 公司直接购买，这里呢又会涉及很多其他的问题，包括按揭贷款审批问题，这些每个问题呢又可以无限展开，所以今天就不展开了，只能说一般呢还是建议用 holding 公司持有。最后总结一下，如果物业不多的话，而且钱的起点在个人手里呢，就不建议折腾了。如果物业很多的话呢，可以考虑。Bear Trust 呢，以前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，但现在不大建议了，因为现在呢 Bear Trust 要报税不说，用 Bear Trust 的持有还要报 Underused Housing Tax。虽然都不用交税，但生活的简单程度呢和幸福程度是成正比的，所以在做决定的时候呢都要考虑后果。如果钱的起点在公司手里，那么用公司持有呢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选项，但这些呢都不可能有标准答案。那好，今天就说到这里了，大家有兴趣的呢可以自己去研究，谢谢观看。